民国4月末，我陪母亲北上去看望一位故友，目的地青州。各位旅客，前方到站青州站，请大家注意好自己的随身物品，不要遗忘在车厢中。祝旅客朋友们心情愉快，欢迎您下次乘坐。你干嘛？童夫人，童小姐。难道不是？是唐青柏中校吧？是。麻烦你来接我们了。夫人，别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夫人折煞我了。主家太太，15年了哟，这可是当年的小格格。请获一大安。小女子归名童婉。哎呀，当年的小格格长这么大了，哟，长得跟仙女儿似的。哎呀，真像童氏年轻的时候，不，比童氏还要好看。这还是当年的那位霍太太吗？15年前，满清出灭，霍氏一人带着2个孩子从北京逃到西北。太太，求您救救我的女儿，只要她能救活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袁先生是城西的教书先生，有一身的好医术，却难请得很。去，把城西的袁先生请来。谢谢主家太太，谢谢。快起来。那天母亲派人去请，袁先生竟就提着药箱来了。已经退烧了。太好了。就这样，才3个月大的霍灵山艰难地活了下来。霍氏为了感激母亲恩德，要做下人伺候母亲，母亲未允。不要再说报答不报答，都是做母亲的。如今乱世，你还带着2个娃娃，这银子替他们寻个安身立命之处吧。当年要不是您收留我们娘仨儿，哪有我的今日？如今的霍氏连哭泣都透着凌厉，而记忆中的那个霍氏已模糊了。主家太太，还能见着您，我死也瞑目了。胡说，好好的，什么瞑目不瞑目的？啊，对了，童婉有人家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只这丫头一个。真要那么早嫁人，我可舍不得。那是，童氏这样好的人品，出来的丫头肯定百里挑一。这样的好姑娘，还没有许人。那主家太太啊，可得好好挑，咱们金枝玉贵的格格可不能随便了。那我们家金铮还是有机会的。老夫人，您看。休想！让他进来干什么啊？明知今天有客人，还敢这么晚？
肯定又是去见那个女的了吧？他眼里就没有我这个娘。夫人，您消消气。哼，您不让督军进来，万一督军一气之下再去找夏小姐，他敢！哎呦，我的头！烦死了！去，把那个兔崽子给我叫进来，让娘去拿家法去。是。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家法！娘，我错了，您就饶了我这回吧。我今儿个军部真有事儿。有事？你是去见那个女学生了吧？啊，还敢狡辩？真的我不敢打你！你这个，你，气死我了！霍金章，你今儿个折了娘的面子，明儿个请童小姐吃饭。你要是敢放她的鸽子，老娘削了你！明儿个就是下刀子。我都会带童小姐去吃饭。去睡吧。是。口好渴啊，还得下楼，真麻烦。明天保证完成任务。娘，您早点休息。滚！好渴啊，水。他，小格格。这个男士是他。是谁？我知道了，他是霍金征。好久不见，那个你什么嘛？这么多年没见，好歹也打声招呼呀，真没礼貌。切！早上好。老哥，要不要跟我和婉姐姐一起去大洋百货啊？不要。啊？为什么？我要出去办事，没空。可是……林珊，我换好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是宫里的苏州嬷嬷做的吧？好好看呢。也就穿给你看。我们自己去大洋百货，不要管我哥啦。他好像非常讨厌我呢。婉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告诉我妈。哼，昨天还答应陪你吃饭，我妈要是知道他又跑路，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不用，没关系。小姐，大洋百货到了。大洋百货，青州首富邵正堂名下的资产，海内外商品应有尽有，因此深受青州贵妇的追捧。婉姐姐，我们快进去吧。好，好，好，你慢点儿，没人和你。哟，这不是灵珊吗？
婉姐姐，我们不逛了。哎，灵山，怎么看见郑大哥就要走啊？哎，郑科长，灵山小姐旁边那位小姐好生漂亮呢。小姐好气质啊！哼，恕郑某眼拙，不知小姐府上是哪一位？做个朋友可好？哼，我婉姐也是你能认识的吗？郑永荣，本小姐没工夫在这跟你耗时间，让开！哎呀，霍灵山，你哥哥是青州督军，可说破天，不过是我姐夫做下的一条狗。要是我姐夫知道你们霍家人仗势欺人，你家就等死吧。得了啊，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我今儿啊，请你们去爱农餐厅吃西餐。这位先生，霍小姐好像不愿意跟你去呢。美人，你抓哥哥干嘛呀？放心，哥哥不会忘了你的。疼！哎，你快放开科长！疼？小姐，他是西北督军蔡新田的小舅子。蔡新田掌控西北6省，而霍金征不过是青州督军。看灵山对郑永荣的忌惮，还是不要给霍家添麻烦。科长，灵山，我们走。蛋！你这个贱人！太大意了。这个女人袭警，给我抓走！郑永荣，你敢？我哥不会放过你的。好啊，叫你哥哥来啊！你说什么？散会！凌晨，婉姐姐被郑永荣抓走了。哟，姑娘，你是哪个府的呀？啊，跟了我，保你吃香喝辣。恶心！恶心？你以为这是哪儿啊？你以为我在征求你的同意？哼，我这是在告诉你。臭女人，今儿你要是不同意，爷就活生生抽死你！灵山，快来救我！你别过来！谁？霍金征。督军，婉小姐在那里。郑永荣，郑永荣，你竟然敢动我的人，老子毙了你！
了个巴子的，在我的地盘开枪，全给老子抓起来！我不发话，谁也别想从老子手里要人！郑永荣，这是老子的地盘，老子想要谁就要谁。再有下次，老子的枪，啪！你督军，我们回家去吧。你，六七。童小姐，小心！你这个人真是……脖子好痛。对了，那时被那个男人袭击了后颈，一定会有淤伤。再说，我的衣服，看来一定要去医院了。唐副官，麻烦你载我去趟医院吧。去医院？你受伤了？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怎么伤得这么严重？郑永荣这是欺负我们霍家没爷们吗？啊！妈，您说的哪里的话？我不是吗？闭嘴！是我抬头太猛，不小心伤了的。不关督军的事，脖子是我自己弄伤的。我姐姐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……你过来。怎么了，额娘？你真的没事？真的没事。他的脖子虽然有损伤，但也不至于戴保护套啊。他这是故意的。他就是仗着母亲的喜欢来折磨我。听说蔡家的调戏姑娘又被打了，可不是嘛！听说蔡家的老窝都让督军给捅了。哎呀，那是因为蔡家的又调戏小姑娘的，又抓进警署的。那位姑娘可是督军家的客人啊，平常两家就是死对头。这把英雄救美呀！看来霍督军又有新宠了。看来霍督军又有新宠了。小姐，这事不用你。霍金针，你玩玩就好了。能做你的女人，只能是我。他们还不够资格。下去。是。蔡新田，好样的你！霍督军，最近你的风头有点大嘛，要注意影响，搞好团结，这才是你该做的。汤新北，督军，警备署那批枪械赔下去没有？
还没，枪械昨才到4号码头，还没来得及分配。他蔡新田把我当傻子耍，我还能让他玩？去，把给郑永荣的枪械全部分配到袁一凯手里，然后把他们调防，去新辽。日后那郑永荣来要枪，他要是有意见，那就让他去新辽。是。眼下局势混乱，蔡新田的西北军还要靠我来布防，他这才勉强压下这口气，息事宁人。蔡新田眼下用得着我，自然要对我客客气气的。可若是局势太平，保不准一纸调令就要撸了我的督军头衔。但是我霍金征也不是吃素的，真到那步，只能你死我活。我去避危呢，坐坐。督军，您答应老夫人今天要陪童小姐去医院换药的。你还敢提她？她伤着了？她根本就没伤着。老子因为她得罪了蔡新田，没个谢谢就算了，竟然还做那一套，害我被骂。我偏不带她去，她爱去不去。可是，要是老夫人知道您又见夏小姐，受罪的不还是您吗？还有可能连累夏小姐。够了！我回，行了吧？黄妈，这橘子我先拿到客厅去了。好。督军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童小姐在哪？在客厅。你在外面等我，我去接她。督军这是怎么了？失恋了？嘘，王姐姐，我也想去英国留学。可以呀，你好好学习。你给我坐下，这死脸色给谁看？梧桐，给督军倒杯水。来来，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啊。如今不讲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学习文化可是一辈子的大事。督军，你的茶。他的保护套拿下来了。什么时候？他果然是在戏弄我。听说童小姐留过学？是的，我在英国学了2年东西方文学史。正如童小姐所言，女子学习文化是一辈子的大事。那么，这东西方文化史与女子一辈子的大事究竟有何关系？眉目传情哎，儿子，干得漂亮！督军所言极是。东西方文学史本质上与女子一生幸福其实没有丁点关系，因为5000年来，女子只能学3纲5常、3从4德。女子纵然才情再高，这主导和决定世界的仍旧是男人。但是如今清王朝覆灭，民国初立，讲求自由、民主、平等，女人不必再坐井观天，也能跟男人上学堂，学习如何主宰自己的命运。所以说，看起来我学的是东西方文学史，可细讲来，我学的又不是东西方文学史。这丫头心思坏到家了。哎呀，这留过学的就是不一样啊。妈说的是，童小姐到底是留过学，是与咱们不一样。灵山，你说是吧？啊，我？唉，你也上点心，别一天到晚就知道晚安。等哪天你能说出像童小姐这样的话，
哥估计死都瞑目了。哥，你好意思说我？你自己还不是字都不识几个？身为督军，我都怀疑你处理公文时看得懂吗？你们，上次妈让你给三表兄寄信，结果你连人家的名字都不会写，还带我来给你写。你连显魁的魁字都不会写，笨蛋哥哥！那么难的字，我不会写奇怪吗？难写才怪！婉姐姐，你看啊，我三表兄就是这个字。霍灵珊，你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好认？我不认识。他啊，真有这么难吗？灵珊，你真厉害。儿子，来，怎么了，妈？今天带婉儿去吃西餐。我今天要……好，我带。小心。谢谢。请小心台阶。不用猜，这顿饭必定是霍夫人逼他请的。请这边走。这么看来，这个督军比我想象的还要讨厌我。疼！对不起啊，我走得太急了，你没事吧？十分抱歉，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医院吧。啊，我没关系，你怎么样？这样站都站不稳吗？果然是大小姐啊！你怎么，不是吗？督军，好巧啊，你也来这儿吃饭吗？梁子小姐，你好。正好我也在这吃饭，不如我们一起吧。不用了，我们还有约。童婉，这位是富春商社会长松本耕夫先生的千金，松本凉子。你好，松本小姐。这是要我远离他的意思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日本人。好漂亮的小姐啊，督军，这位可是你的女朋友？不是，她只是我母亲的客人。梁子小姐，没事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哎，督军，等等，你还有事？再过几日就是富春商社开业10周年祭，父亲打算借此机会举办一个晚宴。督军要是有空的话，能不能来周年祭上为富春商社讲几句话？这个眼神是在勾引督军吗？既然是周年祭，我身为青州最高军政长官，义不容辞。难道我懂了？松本耕夫想要拉拢霍金征，这个松本凉子恐怕是松本耕夫准备的礼物啊。你笑什么？没有。童小姐也一起来吧。啊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我本是外人。哪里的话，我与督军交好，霍老夫人的客人既是松本家的客人，还请童小姐赏光。咱们就这样说定了，那梁子就不打扰两位了，再会。这个女孩不简单。结账。督军，您是美元还是法币？督军，
我与你之间是不是有误会？误会？你先下去。是。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？督军，你是不是对我非要戴保护套，特别不明白？是的。想必督军您忘了一件事，我家可是满洲旧市。虽说如今是新社会，可是家教门风却还是旧时封建。我母亲从小更是遵从礼教，对于女子的清誉格外看重。我进了监狱，母亲本来就心有芥蒂，若看到我领口大开，恐怕到时就要带我回魏良。闹到那种地步，不说督军的颜面，霍夫人那里也不好交代。几十年的交情，恐怕就散了。督军，你没事吧？他这么做，是为了让童家太太安心。这么简单的理由，我竟然没想到。没事吧，督军？他的手，我没事。看来督军还在生婉儿的气，那打扰了。明天我会和母亲说，我们会尽快回魏良的。不是这样，童婉，你听我说。那个，我好吧，我让一步。督军，是我的不是。那一日在医院里，我若交代清楚，也就没有后面的事。以茶代酒，能不能不要生婉儿的气？人家都放低姿态了，我若还揣着，那真不算个爷们儿了。童小姐，这事儿是我做的不是，没有为童小姐考虑，还误会你。要说道歉，是我该道歉才是。童小姐，对不起。督军不生婉儿的气就好。这身旗袍很衬童小姐。童小姐，妈，我也要穿旗袍。很荣幸成为你的舞伴。失礼了，那我们走了。去吧去吧，注意安全。童小姐紧张吗？不是，我。童小姐有什么想说的只管说。童小姐很有思想见地，我喜欢听你说话。督军，我知道我们家是满洲人，日本人此时在东北正闹得凶，又有训地溥仪，我才与松本小姐见过一面，她为何执意邀请我来？我不想给督军添麻烦，毕竟督军决定着这百万百姓的生死，夫人和督军又待我们极好。童小姐
本是不想来参加周年祭。童小姐本是不想来参加周年祭。是。童小姐，我倒想借你满洲人的身份一用。我的身份？为了打探松本耕夫的虚实，这几年东北多了个伪满洲国，你可知？松本耕夫在青州早已扎根，生意做得极好。可我是个政客，有些意图和不干净的东西，我也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。我对于他大日本帝国的事业，是最完美不过的人选。如果我成为他的人，一旦西北亡了，华夏也无路可退了。蔡新田虽然是我上司，但松本耕夫明白，迟早有一天，这西北会是我的。我需要知道他的底线，需要知道他的真实意图，需要知道他对我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。这个人，我以为这个男人至情至性，却不想在碰到万里江山时，他说西北迟早都将会是他的事。我甚至感觉到了他身上那股张牙舞爪的霸气。童小姐，我们到了。霍金正恐怕比松本凉子还要可怕。会长大人！霍督军，督军您能来，真是让这儿蓬荜生辉呀。会长言重了。各位来宾，欢迎各位莅临我富春商社的周年祭。下面有请青州督军霍长官为我们致开场词。各位来宾，你们好，我是霍金征，很荣幸由我来为富春商社周年祭致开场词。富春商社在青州已有10年历史，经历过风风雨雨。这样烂俗的发言，却能讲得这么霸气超然。举手投足之间，仿佛台底下站着的是千军万马，而他是那万军前面的头一人。这样的男人真让人着迷。童小姐以为如何？凉子小姐，难道童小姐不觉得吗？对了，那日匆忙没来得及问，童小姐是哪里的人呢？家在魏良。魏良，魏良，是巧了，我的表兄有一位中国朋友，便是魏良人。每次写信来说学堂生涯，几乎都会提起这位姓于的先生。姓于？不会是12哥吧？12哥家里是于家姓李的大户，有在日本留学过。怎么？难道童小姐认识这位于先生？倒还不确定认识。我的一位好友也姓于，2年前在日本武备学堂念书。那肯定是了，我表兄2年前也在那念书呢。童小姐的好友一定是表兄信中的于先生，真好。童小姐日后要是和督军去东京，梁子一定带你们领略东京的美景。梁子小姐误会了，
杜君和我只是朋友，是吗？梁子小姐误会了，杜君和我只是朋友，是吗？督军去监狱救童小姐的事情，这青州上下谁不知道？只怕全青州城的人都会把你当成霍督军的女朋友吧？督军，聊什么？这么高兴？梁子在同童小姐说督军的魅力呢。梁子小姐可不要胡说，我不过一介莽夫，哪里来的什么魅力？他就是个政客，不折不扣的政客，怪不得在车上他对我的拒绝那么的不在乎。这一手霸王硬上弓玩得可真漂亮，现在所有人都会误会我是他的女朋友。松本凉子又有12个做引子，还愁找不到接近我的法子，再利用我，再去接近他，这便是他想要的。那东北的伪满洲国本就是日本人扶持的，想要童家不被松本家纠缠，这是逼我只能和他合作，并用着满洲人的身份和他演这场戏。霍金征，你竟然利用我！童婉，对不起，梁子小姐，我先失陪一下。好，童小姐，我们之间的游戏才刚刚开始。童婉，你把门给我打开！不要！你给我走开！唐清白，车钥匙给我。是。童婉，你冷静点。童婉，我是在为这个国家，我不是在谋私利。放开！童婉，你放开！我可没你那么高尚，我只想守护童家，让家族里每一个人安然度日。如果这个国家都没有了，你拿什么来守护你的家族？今日之事，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下利用你，是我的错。你怎样怪我，我都无怨言。可是如果重来一遍，我还是会这样做。装什么君子？那是王八蛋才干的事情。童小姐，我失控了，抱歉。唐清白，回去吧。祖宗保佑，我当年救的是霍夫人金桂兰，不是别人。母亲，那是母亲对我说过的话，我怎么会梦到？是不是昨天哭得太厉害了？想起那家伙就火大。童家已经败落，人身处当下乱世，安身立命，不给祖宗蒙羞，这才是母亲的担心。如果靠上了霍金征，这是保住家族最好的捷径。他想利用我，可我对他……霍金征需要我的身份来探松本凉子的虚实，我又比他能好到哪儿去？我和他本就是清楚明白的关系，又有什么资格去责怪霍金征的政客嘴脸？谁？童小姐，楼下有电话找您，是位姓于的先生。你说谁？姓于？一定是。童小姐，你慢点儿。
十二哥，元儿，果然，只要听到十二哥的声音，就觉得好温暖。我这阵子太忙了，直到今天回家我才知道你去了青州。哼，莫不是故意躲着我？怎样，丫头，还好吗？十二哥，我怎么会躲着你？婉儿好想你，人家钱儿哥还给你家打电话问过你呢。傻丫头。对了，十二哥，跟你打听一个事情，你在日本有没有姓松本的朋友？是有一个，我关系最好的同学叫姓松本，我跟他上下铺。说起来，他跟我说过，他有个远房叔叔就在中国。世间竟有这么巧的事情，我以为他是为了故意接近我，事先做了调查。这怎么办？十二哥，我最近认识一位日本的小姐，莫名其妙的请我去参加周年祭。你知道我在这是外地人，还是满洲人，按理是不该邀请我的。在周年祭上，我以为他是暗地调查我，所以知道我有朋友在日本留学，借此接近我。虽然我原来怀疑，然而现在看来并不是，好像真的是巧合。元儿，这位来自日本的小姐恐怕不简单，日后再与她相遇，切记要保持警惕。好，婉儿明白了。哎，说起来，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您在青州还有朋友啊？你是说霍督军啊？我妈年轻的时候救过霍督军的母亲，如今应是想报答我家吧。报恩？那你们俩要不要结个娃娃亲，以身相许啊？十二哥，十二哥，他这是在故意挠我的心吗？童婉约，好好说话。十二哥，我要是嫁了别人，你岂不是要孤独终老？看在咱们青梅竹马，你又非我不娶的份上，我得为你且守着呢。谁说的就非你不娶了？这么大丫头，老把嫁人挂在嘴边，还不害臊？十二哥不能不认账的。真想就这么一口答应？我的元儿，你可明白我的一生如意？他也会笑得这么开心，是在和谁通话呢？啊，好丢人啊！他什么时候回来的？那个，我现在有点事情，不太方便，不和你说了，先挂了。这么快？喂，元儿，你等等。等等，元儿。童小姐，那天晚上是我不好，没有考虑你的意愿，就擅自决定一切，还将你的手腕弄伤。希望童小姐能原谅我。这是活血化瘀的良药，请你收下，请务必每日早中晚3次涂抹。他现在是在给我道歉吗？童小姐，能坐下来说话吗？童小姐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好吧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对，他童小姐，关于松本耕夫一事，我还是想请童小姐能在必要的时候帮帮我。霍督军，我童家是败落了，可是还远远不到随意就能让人欺凌的地步。我倒是想看看松本家有没有能耐吃掉我们童家。霍督军，我童家是败落了，
可是还远远不到随意就能让人欺凌的地步。我倒是想看看，松本家有没有能耐吃掉我们童家。我其实并没有这么想，你是明白的。哪怕你不与我合作，松本家也不会轻易放过你家的。我这么说，童小姐会觉得我太政客，但从情义上来讲，不管童小姐答不答应，我霍某都会保你童家一个安稳。他必有一定的把握，我是不会拒绝他的吧？是啊，我怎么会拒绝他？好聪明的男人，好专业的政客。其实以我的立场，必定是要责怪督军的，但以督军的立场，我大概也会做出跟督军一样的选择。婉儿还担心那手腕的淤青会很难消除，如今督军送来了好药，要是淤青消除了，咱们就算扯平了。真的？日后有什么需要婉儿的地方，童婉定当义不容辞。这真是太好了。督军，童小姐，打扰了。松本小姐前来拜访二位，现在在门口等着呢。看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合作了，童小姐。不要，痛！你轻点儿，轻点儿，痛！童婉，你若是再乱动，我就把你的小手都绑起来。可是，真的很痛嘛！过来，我帮你吹吹。你看你，叫你乱动，又弄疼了吧？他真的是在演戏吗？好羞涩呀！梁子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好像打扰到你们了。看，都怪你，讨厌。哪里哪里，梁子小姐又不是外人。话说，童小姐的手是怎么回事？啊，你说这个，是我自己不小心弄的，涂点药就好了。什么？你自己不小心？周年祭那天回家路上，他与我闹别扭，为了防止他逃跑，我就一直抓他的手。我们这些扛枪打仗的，手上也没个轻重。第二天婉儿的手就淤青了，唉，都是我的错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若不是督军言语无状，我怎会与你闹脾气？哼，都怪你，反正就是你不对。他这个样子，还真是可爱至极。是，都怪我，我承认都是我的不对，你都对。不许笑，不许你笑。那个，看来今天梁子来的确实不是时候。督军和童小姐先忙，梁子今日便告辞了。哪里有刚来就走的？太说不过去了。不是梁子打扰二位了。啊，对了，童小姐，我今天本是想找你一起去逛那月仙坊的，不过现在看来，今天恐怕是不行了。不知你下周是否愿意一同前往？听说那里头的胭脂呀，都是纯手工，一点一点用各种花卉打磨而成的。童小姐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好的。有趣，有趣。霍金争有多迷恋那夏碧薇，通过那边盯着的人反馈也是能看出来的。
现在看来，霍金珍和童婉之间说没有私情，是不大可能的。霍金珍和童婉，有点意思。这淤青真的消了呢。童小姐，松本小姐已经到了，在楼下等您。好，我这就下去。哇，童小姐，打扰了。婉儿可是第一次看良子小姐穿旗袍，真好看。童小姐过奖了，童小姐这身才是真的好看。希望童小姐今天会不虚此行。良子小姐太客气了，你所说的月仙坊，我可是期待的不得了。哎，童小姐的淤青散了呢。童小姐是用了什么好药？也说给良子听听呀。药的名字我不知道，药是督军从一老中医那儿求来的。你要是想知道，我回头问问督军。怪不得，这样的好药怎么以前没听说过呢？你瞧你，不就是一盒寻常药膏，也值得你这样取笑我。赶明儿个我瞧见督军了，一定讨了名字告诉你，不然还叫你以为我多小气呢。真的，童小姐你人真好。这是应该的。老板，我要这个。这地方真是太棒了，我都不想离开了。童小姐喜欢就好，逛了这么久也该饿了，我们顺便去吃个饭吧。那不如就让婉儿做东吧，感谢松本小姐的陪逛之情。那良子可就恭敬不如从命啦。我初来青州，对青州也不太熟悉，既然是松本小姐推荐的店，我想味道定是极好的。这家店从侍应生到老板都是一家人。刚才布菜那个姑娘叫美和，是老板的女儿。别看她年纪小，她很小就出来做事了。我父亲也很喜欢来这里，说这里做的菜有家乡的味道。我从小离家，在中国长大，对日本家乡的记忆已经模糊。对于父亲口中所说的家乡的味道，其实不是很敏感。可是父亲喜欢的，我便要喜欢。纵然我更喜欢妈妈做的中国菜，可如果非要选择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父亲一边。如果我的母亲不是中国人，是不是一切都会好？对了，良子小姐，我刚刚特意买了款樱花胭脂，想要。良子小姐，良子小姐，对不起，我分神了。童小姐请说。啊，我是说，我刚刚特意买了款樱花胭脂，想要。何をしてるの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算了算了，你也别怪他了，是我不好，好好的突然伸手做什么？还不快下去！是。看来这饭是吃不了了。童小姐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好。酱油？这是怎么回事，婉姐姐？你身上怎么会有酱油的污渍？你不是和松本良子去月仙坊的吗？怎么会这样？
你们别误会，我没事的。我们逛完月仙坊就一起去吃饭，布菜的时候侍应生不小心打翻了酱油而已。不会吧？哪家的侍应生这么笨啊？灵珊，知道你惦记着月仙坊，那这是给你买的。灵珊，知道你惦记着月仙坊，那这是给你买的。这都是给我的。哇，这些护肤品我都觊觎好久了，别的小姐都买了，用了别提有多美了。奈何这东西极贵，本来只能忍耐慢慢的攒，不想今婉姐姐都给我买了。婉姐姐，你真的太好了。我买的时候特意猜度着你的喜好买的，你喜欢就好。童婉，这女人，任何时候，她给我的感觉都是温温的，说话也温，办事也温，从没见过她着急，但总有一种从里到外的温暖感，让人觉得她格外的真诚。这种暖，是会吸引人靠近的暖。婉姐姐，谢谢你送我那么贵的礼物，我很喜欢。正巧你那件旗袍毁了，我回头攒了零用钱，买一件同样的旗袍来当做回礼，好不好啊？好是好，可我那件旗袍却是苏绣的。如今南北略有阻碍，苏绣在北地可是紧俏货。你要攒钱买我那身旗袍，估计要很久。我看那刺绣工艺是老式的，想来是出自宫里的针线嬷嬷之手吧？是，这旗袍便是出自我家顾嬷嬷，她本是宫里针线房的掌事嬷嬷，朝廷灭亡，她无处可去，便随着我们同家了。我和母亲的衣服都是出自她的手，费事的很呢。那我得攒多长时间呢？霍灵珊，你倒大霉了。哥，童小姐，你换好衣服后，介意下来陪我去散散步吗？夜晚的青州真有趣，我还是第一次这样仔细地看它。好热闹啊！童小姐，我是个粗人，若是有什么做得不周到的地方，还请你谅解。啊？哪有？您多心了。我的神经也不细，若是哪里让督军觉得不舒服，督军也一定要说出来。童婉不是娇柔造作之人，绝不会存心让人不舒服的。我有个疑问，那一日在监狱门口，童小姐为什么对我那么冷淡？我对督军冷淡？这是从何说起？我还没怪他对我动作那么粗鲁，还居然嫌我对他冷淡。就是那日我抱了你出监狱，我想看看你的伤势，结果你很冷淡地拒绝了我。督军，那我也想问问你，出监狱后，你为何突然就将我扔到地上？我扔了你？我几时扔你来着？外头不比监狱里面，我就这样大庭广众之下抱着你，我是怕你生气。再说那会儿在里面，我只顾着跟郑永龙呛声，也没仔细看你是否受伤。我放你下来，也是想看看你有没有受伤。啊？我可是堂堂青州督军，结果他还是被人抓了。只是怕他笑话我，看不起我，这才有了点情绪，那样没轻没重的放下他。不过这一点打死都不能说，
我一直记得小时候恭敬地叫他小哥哥。如今我早已觉得自己足够强大，再也不用对他卑躬屈膝。可在监狱里看见他，我才知道，在他面前想要脱贫，恐怕还很难。我对他有一种莫名的阴影。你以为我是故意那样对你的？我以为你是嫌弃我给你添了麻烦。你可是为了我妹妹进的监狱，我怎么会嫌弃你？郑永龙虽说是蔡新田的小舅子，可我也从未触过。误会，这就是天大的误会。话说，那个酱油字是怎么回事？现在想想，你也觉得奇怪。奇怪。我被泼了酱油，松本凉子第一反应是站起身，严厉喝骂那个侍应生是怎么办事的，而那个侍应生却一直对着松本凉子道歉，而不是我。言语之间十分的惶恐。松本凉子让他出去，也十分干脆利落，并未询问过我，举手投足威严十足。那一瞬间爆发出来的气势，不像是商家小姐，倒像是什么帮会的首领。蔡新田滑头一个，从来都是只进不出，而松本耕夫竟也一点都不介意，仍该送的送，该捧的捧。福川商社周年纪念日，蔡新田却一路反常，居然给松本耕夫送了一份大礼。我也派人查过了，礼物很重。两个原本不相往来的人，突然有一天在人前态度亲密。童小姐，你觉得是为何？也许他们私底下并不像表面那么冷淡，或许他们之间已经达成某种协议。协议？蔡新田早就想除掉我，而松本耕夫拉拢我多年，也不见成效。蔡新田至少现在是不会跟日本人合作。那么，他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目的，那就是我。想干掉我？蔡新田，你有没有那个能耐？童小姐不愧留过学，不辱这份名声。这可是难得调戏他的好机会。督军，这与我留学并无关系。您那日说过，我所学的于女子来说，是半点关系都没有啊。童小姐，这事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。女人都这么小心眼，你也误会过我，我说过什么吗？督军，我今天才知道，你和灵山确实是一母同胞，连生气时的神态都一模一样。你少把我跟那个丫头片子放在一起，居然把我跟那小笨蛋相提并论，他是有多瞧不上我？好啦，我知道了，督军不要生气嘛。我居然把童婉当成了灵山。我是不是疯了？督军，都说督军和一名女学生很亲近，仿佛是很喜欢的。啊，我还见过督军买很金贵牌子的连衣裙，本以为是给灵山小姐的，可也并未见灵山小姐穿过。如若童小姐不是督军的女友，那想必那件连衣裙应是送给那位女学生的吧。我有些饿了，想找地方吃点东西，然后自己回家。督军自便可好？是我不对，我疏忽你了，我陪你去吧。我不能放任他一人夜间在街上游荡，我不能拿他冒这个险。帮人挡桃花，
我才不做。不用不用，不过是吃点东西，哪里不行？如果督军是担心我的安全，我小时候有和12个家的武术先生学过几招，一般毛贼是近不了我的身的。督军放心，再不济，督军要不要跟我过几招，试试我的底子？好啦好啦，督军，你再跟我磨蹭，人家小姑娘就要哭了。你好饿，这个时间，那边还有灯光和人说话声。上帝保佑是路边摊吧。酱油和葱油的香味啊，酱油面。12个家的武术师傅曾教过我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刚才有人从不远处跑过，且功夫极好。幸亏我耳力好，才能发现对方。右边是一整条街，无人走过。右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条小巷，来人应当是从那里过的。脚步声不仅多了且纷乱，不像刚才那个人的好功夫。我不该管这些事。如今局势混乱，我又人生地不熟，若惹了麻烦，对我来说没有好处。可是又让人心痒痒，好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帮派火拼，还是另有阴谋？哎，那阵熟悉的风势，这身段好熟悉，怎么会是他？果然又是玫瑰膏的香味。在胭脂铺时，曾经把玫瑰膏涂在他的手上，哪怕只有一点，也够了。真没想到，他的武功居然这么好。听脚步声，他应是带了不少人的。松本凉子，这么晚了，你到这种地方做什么？大隐隐于市，难道你真的有不可告人的图谋？童婉居然没有回来，我一定要在这么晚跟夏碧薇见面吗？明知道童婉对青州不熟悉，却还是放她一个人回家，我脑子是抽了吗？她是不是被什么流氓欺负了？今晚青州的各个帮会可有动作的？我没有接到线报。再说，他们老早就被您整怕了，如今规矩得很，我又早就警告过。青州在我的手里，没人能糊里糊涂地伤害他。童婉若是被人劫了，一定会报霍金征的名号，小毛贼不敢对他如何，剩下的大毛贼全部在掌握之中。时间快到1点了，童婉，你到底去哪里了？童婉要是有什么不测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派直属警卫队出去连夜给我找，今天晚上就是把青州翻过来，我也要看到童婉。今夜竟如此漫长，凌晨5点了，童婉还没有回来，天都开始渐渐亮了。我一直以为青州被我治理的固若金汤，可他的师祖嘲笑着我的无能。去了哪里？到底去了哪里？人呢？督军，属下无能。我们已经将青州城都翻遍了，可还是……到底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他？我该怎么做？有恩怨的只有郑永荣。属下有个猜测，如果不是劫持，那就是有恩怨。童小姐又是来青州头一遭，我们要不要查一查郑永荣的行踪？郑永荣，督军。郑永荣好女色，是夜总会和花街柳巷的常客。那个点儿，他看见童婉，也是可能发生的。为了报复，他绑了童婉，然后冒充绑匪刁难我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
真的是他做的，那我还能稍稍放心。他那胆子，不敢把童婉怎样。去，把郑永荣给老子绑来！督军，您要考虑蔡督军。眼下这个局势，蔡新天还有利用价值，还是不要硬碰硬的好。你只管去就是了，有事老子顶着。郑永荣，童婉的失踪要真是你所为，老子他妈今儿就活剐了你！天色快亮了，我一夜未归，霍金征一定很着急吧？我得回去了。站不起来，腿脚怎么不听使唤？耳边只有惨叫声，都是那个女孩子的惨叫声。可是松本凉子怎么能那么镇定地看着手下的手术刀？难道他看不见刀下那个女孩祈求的眼神？那女孩的眼神里只奢求能放过他，让他活下去啊！那女孩最后的眼神一直在我眼前晃动。他已经痛得叫不出来，刀锋每划过他的身体一下，他就抽搐一下，大量的鲜血从他嘴边溢出，混合着他年轻而稚嫩的泪水。活体解剖术，活体解剖术！我没能救得了那个女孩子，可是霍金征可以。我要去找霍金征，我不能坐在这里无所事事。霍金征，只有霍金征。身上好像摔伤了，好痛。可是再痛，也痛不过那个女孩子吧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究竟是为什么？泥土里尖锐的碎屑刺进指甲，可我却仿佛没有了知觉。眼前似乎有人来了，谁抱住了我？谁在喊？好用力，恨不得捏碎我的骨头一般。童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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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了哪里？你醒醒，童婉，童婉，你怎么了？熟悉的脸庞，眼眸因为焦急闪烁着骇人的光芒。还有他抱着我的手，霍金征，是霍金征。他到底怎么了？从没见过他这样惊慌害怕的眼神。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看着他这样，我的心上一抽一抽的。童婉，是我是霍金征。童婉，你怎么了？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霍金征，你去救他！你去救他！他无意识的哭喊快要让我崩溃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要怎么做？童婉，我在这里，没有人能伤害你，别害怕，好吗？你看见了什么？你要让我去救谁？督军，先抱童小姐回去再说吧。不行，灵山还在。不能让灵山看到他这副样子。回军政大楼。你亲自去请伍德科医生来军政大楼。你的警卫连亲自守童婉，一个人都不许走漏风声。是。四周都是迷雾，从来没有过这样漆黑的夜晚。太好了！前方有亮光，亮光中的背影是谁？
是松本凉子。为了我大日本帝国崇高的事业，童婉，来吧，我会很小心，不会弄痛你的。霍京城，你在哪？霍京城，童婉，你醒了，你看着我好吗？童婉，我在这里，没有人会伤害你。有人在耳边狠狠地大吼，嘲笑我的没用。如果我当时肯出手救他，他或许不会死。他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我是霍金正。心跳得好快，眼泪越来越多，好想捂住被子大哭一场，将自己蒙进黑暗里。可是不行。你伤了嘴角，不要咬。童婉，告诉我，昨天晚上你遇到了什么？他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痛苦，被吓成这个样子？本以为他天不怕地不怕，他死了，可那里还关了其他人。很显然，这些人都是跟那个女孩一样，是松本凉子拿来做活体实验的。我昨天晚上看见了松本凉子，不知不觉跟着他来到了做实验的地方。那做实验的地方表面上看是座民房四合院，可房中有房，居然有一条很深的地道。我避开了看守，跟着松本凉子一路下去。地道通往郊区一座废弃的寺庙，实验室就设置在了寺庙后的暗格里。那个女孩子好像是被昨天晚上抓来的，她就在她活生生的身体上一刀刀割着，有人在旁边坐着记录。他们竟敢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恨过自己只是个女儿身。霍京城，你要给他报仇，不要像我一样眼睁睁地看着。真不敢想象，如果他被绑在手术台上，任人宰割的模样。不，你做得对。如果你暴露了自己，充其量不过是给松本凉子手上多一个实验标本罢了。差一点儿，就差那么一点儿，别再这样伤害自己了。这里是我的军部，我就在外头守着你。我让人给你打一针镇静剂，你好好睡一觉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去办，好吗？相信我，也要相信你自己，好吗？童婉，他的死不关你的事，你活着回来就是对他最好的救赎。我会给那个女孩子报仇，赶不走日本人，我誓不为人。跟了他快10年，从没见过他如此阴鸷的样子。召集所有参谋，马上开会。你亲自去毕威的学校，帮他请2天假，就说他身子不舒服。如果有人问昨天晚上的事情，你该知道怎么回答吧。暗中派人去保护毕威。是，夏小姐一夜未归，去了同学家小住，属下会安排妥当，督军放心。昨晚找童婉弄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松本凉子一定会知道。他该死，但一时半会儿还除不掉他。眼前还是要保护童婉，不要打草惊蛇。自己好像变了，又好像没变。可整夜的噩梦，整夜的寒凉刺骨，让我无法入睡。
我再没办法跟从前一样，只要母亲安好，族人康健，再遇上爱情，郎情妾意，平顺一生，白头偕老。松本凉子，松本凉子，是你毁了我的一切，现在还有什么可怕的？除了恨，还有什么可怕？童婉，做噩梦了。童婉，如果那晚不放他一个人回家，他就不会变成现在的样子。是我该死，我居然这样对待这个曾经如月华般温柔恭顺的女子。督军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有我在，什么都不怕。我就在你隔壁，你若是怕了，就叫我，别一个人憋着，好吗？童婉就该是属于童婉独有的样子，我没办法接受现在的童婉。童婉，不是你的错。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没用，我总是梦见我躺在他的手术刀下。督军，我是不是很没用？我怎么会变得这样懦弱？童婉，你的教养、学识，你的心都去了哪里？你到底在怕什么？是我的错。身为军人，治下百姓遭受这样的虐待，却无能为力，不能手刃日匪，是我们的错。他就那样默默地看了一整晚，还能完好的回来，他有多坚强？如果换作碧薇，恐怕松本凉子本该千刀万剐，罪该万死。可如今局势混乱，亲美派和亲日派正斗得不可开交。如果贸然动了松本凉子，别说日本人，就是北京政府，或许都不会容我存活于世。他们的眼里只有利益，没有百姓。而我如果想要有作为，就要忍耐。更重要的是，松本凉子如此大规模地搞活体实验，是想得到什么数据？得到了数据，他又要拿数据来做什么？他伤害了童婉，可是这伤害不能就这么白白算了。我得从他身上挖出点什么，从根儿上一举拔掉他。所以只能忍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督军，听到他说对不起，感觉像有人拿刀子猛戳我的心一样。你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你说过你是军人，你是军人。会的，会的，我向你保证。黎明总会到来，太阳总会升起。今天你流过的眼泪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他们1000倍100倍的还你。我不能看着他那样哭，我宁愿他高傲清冷，看不起我，也不要他这样哀伤欲绝。我发誓，即使要我付出这生命，我也向你保证，我霍金征顶天立地，国在人在，国亡人亡。几天前，霍氏和同事去了余安的莲清寺上香，在端午节前一天赶了回来。饶是霍金征军务繁忙，也亲自去了火车站。婉儿，脸色怎么这样不好？哎呀，之前丰润如玉的美人儿，这才几天的功夫，本来还想着回来就跟童夫人提亲呢。
可是生病了。妈，夫人，你们别担心，我夜里贪凉，只是着了风寒，没事。霍金征，我们才走，婉儿就得了风寒，是不是你没有照顾好啊？怎么他俩一在一起，婉儿就出事？我在寺里都白做了。佛祖也是那只收钱不办事之人。妈说的是我执意拉着童小姐去散步，结果童小姐就着凉了，是我不好。原来婉姐姐是那天得的风寒啊！我说呢，第二天放学回来不见婉姐姐人，梧桐说姐姐昨晚着了凉，哥哥陪着去医院看病了。妈，这事儿你可怪不到我哥头上，婉姐姐着凉八成是因为松本凉子的原因。怎么好端端的又冒出来个松本凉子？就是那天，松本小姐来看婉姐姐，说请她出去吃饭，结果餐厅侍应生不小心泼了婉姐姐一身的酱油，饭没吃就赶了回来。哥拉着婉姐姐出去吃饭，这才着的凉。婉姐姐又不是日本人，吃什么日本料理嘛？松本凉子真没见识。妈，医生嘱咐了童小姐今天去复诊，我先带童小姐去医院，时间来不及了，先让唐副官送你们回去，回来一块吃晚饭。去吧去吧，路上慢点，我们不着急。要是太晚，你们就在外边吃吧啊！我已经派人盯住了那个地方，虽然暂时不能救人，但我放了风，要整肃青州治安，贫民区是重点。松本凉子收了信，至少近期他不可能再去那个地方，只要他不去，那些人就是安全的。我一定能想到办法，一举捣毁那个炼狱。是我没用，督军，谢谢你。我让人去查，松本凉子真叫我刮目相看。原来前些日子武汉报纸上闹得沸沸扬扬的人口失踪案，居然就是他做的。他把人从武汉劫了来，然后在西北动手，一南一北，任谁都不能怀疑到他头上。他才区15岁而已，本以为不过是个小丫头而已，却想不到是这样恶魔般的少女。如今东北名义上还是中国的领土，可日本人在其上横行多年，将来战事一起，若中国败了，那军阀割据，各自为政，一盘散沙。日德美俄这些西方列强，哪一个不想吞掉中国？我有心救国，也不过是个小小的青州督军，就是我的顶头上司蔡兴田都跟日本人暧昧不明，何况其他军阀，谈何拿枪去战斗？总有一天，这片广袤的土地都将为我所有。不信中国人就这样贫瘠下去，不信中国人就喜欢当亡国奴，不信没有人能救得了中国。4万万人口，就不信出不来救世之才。总有一天，中国只能是中国人的。童婉，你在害怕什么？你不是也相信中国不会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吗？否则你不会执意出国留学，开阔眼界。连你这样的弱女子，都肯为了同胞的性命而豁出所有。还有像霍金征这样铁骨铮铮的军人，做中国的脊梁。你还怕什么？日本区区弹丸之地，华夏可是有4万万人口。他不相信，我也不相信。总有一天，中国只能是中国人的。督军，我们回家吧。
能轻富贵，不能轻易轻富贵之心；能重名义，到孔时去而草复生矣。这段话，有哪位同学可以解释解释，是怎么个意思呀？敢在我的课上开小差，胆子不小呢。好，这位同学回答得很不错。若我问你们，当你有天饿得活不下去，有个人给你一个馒头作为嫁给他的条件，你们当如何？区区一块馒头就要我嫁他，那我宁愿死。要我为一块穷人吃的馒头嫁人，我铁定会被其他世家小姐给笑话死。坐下吧。靠窗的那位同学，你来说一说，如果是你，会怎么做呀？毕威，老师在问你问题呢。完了，刚才压根没听，他说了什么？老师，对不起，您能再把问题重复一遍吗？童婉，如果霍金铮喜欢上童婉，我该怎么办？我都快要被霍金铮和童婉的身影折磨死，哪里还有功夫管老师提了什么问题？这位同学倒是有胆识，想来学习成绩也不错吧？我是问，当你有一天快要饿死了，有人给你一个馒头作为嫁给他的条件，你怎么选择？自然是选择嫁他。穷人家的小孩就是这样没骨气。是啊，只要能活着。他当初只拿一块馒头就要挟了我，安知日后不会为这块馒头付出代价？我会亲自教会他什么叫做做人谨慎，也不枉他当初救我一命。只要能活着。他当初只拿一块馒头就要挟了我，安知日后不会为这块馒头付出代价？我会亲自教会他什么叫做做人谨慎，也不枉他当初救我一命。哦，那好，菜根谭上关于富贵的阐述，我想听听你的解释。我想问问老师，人是不是该力争上游？不错，否则也就失去了活着的意义。活下去，活得更好，活得更强大。富贵如果是助力，那么富贵之心便是最终决定你是谁的唯一条件，两者相辅相成，不可或缺。下课。对了，那位同学，你的名字？我叫夏碧薇。嗨，碧薇，身体好些了吗？好些了，谢谢。霍金铮让我假意请假，是为什么呢？那天晚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？是为了掩护霍金铮，还是什么？那天和霍金铮亲昵的那个女人，他们说她叫童婉，难道是她出事了吗？夏小姐，督军在车里等您，请跟我来。哎，快看，是那个夏碧薇，原来她真的跟霍督军在一起啊！前面便是母亲工作的花圃，为了赚钱供养我们姐弟俩，母亲一把年纪，还在做这种重活。碧薇，这些日子都没来看你，还好吗？很不错啊，倒是碧岑，前个回来考了学校第1名，把我妈高兴坏了，直说咱们夏家有希望了。你妈可真是不知足，我以为有了你她会很安心。碧岑才10岁，再怎么说碧岑也是男孩子嘛，我嫁出去了，可就不姓夏了。每次看到她害羞的样子，都有一种想抱她在怀里的冲动。再跟外人姓，你也还是夏家的孩子，总不能说嫁了人连祖宗都不要了。那好啊，督
君娶我的时候，还让我叫夏碧薇，别让我叫霍夏碧薇，如何？你刚说什么？傻丫头。霍金征不生气，是不是代表他曾经想过要娶我？督军，你就会在我身边吧？没有时间了，不能再等了，再慢下去，霍金征就要属于别人了。那个叫童婉的女子，我绝不允许她破坏我长久的等待。这种少女独特的味道，跟童婉身上的香水味截然不同。这个时候，我怎么会想起童婉？一定要在我身边啊！只要她喜欢我，心里有我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只要能跟她在一起。真是孩子气啊！我去就来。霍金征，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住进你的心里，成为你的唯一？松本小姐真的又来拜访了。童小姐，没事吧？要不要我叫松本小姐改日再来吧？没事，这几日不穿高跟鞋，我都有些疏忽了，刚才是不小心的。没事，梧桐，我们走吧。我一定要帮着霍金征找出松本凉子的真实意图，我绝不是那等软弱的女人。好几日没见你，怎么今日有空来？我听说童小姐自那日和我分开，便患了风寒，我想定是因为那日吃饭受惊的缘故。梁子心里觉得万分的抱歉，故今日上门，特带了礼物来向童小姐赔罪。快别这样，风寒是我自己不小心，要赖也赖到督军头上，哪能怪你？我本来把你当朋友，你要是这样客气，岂不是看清了你我情谊？这个是，他果然打探了我的身世，竟敢拿这样贵重的物件来讨好我。何况这玉簪这般贵重。怎么，童小姐认得这东西？不瞒松本小姐，我本是满洲人，这玉簪本是一对，我家里也有这样一只簪子，听母亲说是祖传的，本是孪生一对儿。家道中落时，被人偷出了府，竟想不到今日，居然还能有缘见到这物件。一直觉得童小姐行为举止是大家的姑娘，想不到竟然是满洲贵族。贵族？嗨，什么贵族？我家不过是平头百姓，碰巧生于满洲人家。既然如此，就更该收下呀。不，我不能收。松本小姐，你听我说，既然松本小姐如今是她的主人，我相信这是她自己的选择，跟是不是我童家祖上的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况且这根簪子，说它价值连城都不为过的。我若是收下了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心里会不安的。还请松本小姐好好对待这根簪子，会给你带来好运的。本就是投其所好，这样一来，我到底是结交了童婉，还是没结交上？松本小姐，许久不见。婉儿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气蒙了。日常行事就不能小心些？亏得我妈还一直夸你稳重妥帖。正巧松本小姐在这里，我今日请松本先生和夫人吃饭。小姐坐我的车，跟我一道回官邸吧。官邸？夏碧薇没回来那晚，她抓了郑永荣，蔡新田这几日正逼着她放人。她为了对抗蔡新田，
难道打算拉拢松本家？是，我官邸里新请了一位厨子，前儿个正巧说起他会做日本菜，这不，我便想到了松本小姐。自晚而来，松本小姐对他可是照顾有加，这情我要是不还，松本小姐指不定要在暗处怎么说我小气。假扮情侣这种事情，他做的倒是顺当，就不想想我耳根子受不受得了。婉儿，他还真敢叫。督军做人情，何苦打着我的名头？叫松本小姐听见了，还以为……去官邸做客是大事，督军可容我回去梳洗一番，可好？当然，我叫唐副官送松本小姐回去。我赶回来之前，发生了什么？你说那个啊，是我自己不小心下楼的时候跌了一跤，跟他没什么关系。看来你还是害怕。女孩嘛，还是胆小，比不得男人的。傻瓜。他肌肤的温度从指尖传递，仿佛一路热到了我的心里。他脸庞肌肤的触感，我竟见鬼的怀念了好久。你这么讨厌我的触碰，这么不喜欢我？你们霍灵珊！没事没事，我没事。督军，你吓到灵珊了？还站在门口做什么？还不快进来！婉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下次不敢了。这么大的女孩子了，怎么做事还这么毛躁？一惊一乍的，将来嫁人了怎么办？督军在军部受了气，刚才还说了我2句，正巧你就回来赶在他气头上，算你运气不好。好了，咱们不理他，晚上咱们出去吃你一直想吃的围炉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可不是，咱们换衣服去，待会儿早点吃完还能去逛街。还是婉姐姐最好。霍金正，你在他面前就非要表现得跟个流氓似的才甘心吗？那股让我怀念的温热就这么没了。怎么不见童小姐？她本来要来，结果叫灵珊缠着去逛街了。松本先生今日能来，是我的荣幸。我最近新请了一位厨子，日本料理可是他的强项，还请松本先生帮忙品鉴一下。好美味！自从来西北后，好久没吃过这么地道的日本料理了。听说松本太太是中国人，不知祖籍何处，又怎么会遇到松本先生？督军这话该来问我。莹玉一向内秀，不爱说话，还请督军见谅。莹玉祖籍江苏，母家姓童。去日本留学时遇到我们一见钟情，很快的在一起了。后来有了两子，莹玉思乡心切，我便索性随着莹玉来了中国。真是庆幸，中国地大物博，山川秀美，简直是一座宝库。我真是后悔没有早点遇到莹玉。尊夫人也姓童，那真是巧了。我家现在有位客人也姓童，不知是不是和尊夫人祖上是一支？童小姐身份贵重，不是我能比拟，督军误会了。我听梁子说，童小姐是满洲旧贵，这可真是巧了。如今他们满洲的皇上，在我们日本的帮助下，又重新登上了皇位，做一国执政。我太太母家虽姓童，但是可惜的很，是汉人家族，跟童小姐不同宗。童小姐待梁子极好，
有什么要做的要玩的，只管吩咐梁子，他们年轻人总能说得上话。梁子小姐聪明闺秀，童小姐也是很喜欢的。梁子小姐以后多来陪陪婉儿，她很需要你这样的朋友。松本先生久居青州，经征来此不过区6年时间，不及松本先生一半的人脉。富春商社那日，连蔡督军都赏脸送了大礼，可是天大的荣耀。谁人不知蔡督军从来节制，吝啬应酬，想来松本先生与蔡督军私下应该关系很好吧？督军言重了，蔡督军乃我西北6省督军，我怎么敢与蔡督军攀关系？蔡督军那日送来的贺礼着实贵重，我还忐忑好久。正巧梁子陪莹玉去西安游玩，我便挑了回礼，让梁子带去了督军官邸，答谢蔡督军。其实内心着实不安呐。哦，松本先生客气了，蔡督军看重先生，说明先生定有过人之处。今日我请松本先生来做客，还希望我们日后能够愉快相处，共同为青州的美好明天尽一份力。届时我必定大大褒奖先生，以当友邦楷模。郑永荣此时还在大牢里关着，蔡新田借口袁一凯的40军扰乱地方治安，绑了袁一凯，一命换一命。霍京征应该是无路可走了。如果我跟蔡新田合作，那他这青州督军可真就做到头了。有督军这话，松本感激不尽，一定竭力配合督军，祝督军辉煌。松本先生，我听说你最近商行里有批药物运不过来。督军怎么知道？那日童小姐伤着，我陪她去圣玛丽医院，正巧听医生说了这事，说没有消炎药，好多病人等着救命。这样吧，我写个函，松本先生让伙计拿了我的函，从4号码头走。如今南北虽不稳，但料想我的面子还能值几分钱的，这样可好？督军果真肯帮这个忙。如果能有霍京征的督军手谕，那么这批药就可以直打关东军手中，全力对付东北抗联，还可以从中谋利，赚取暴利。一旦霍京征插手中日事务，他再想跑便没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只要他掌控了西北，那华夏大国早晚会是日本的囊中之物。督军果真肯帮这个忙。这也是为了我青州百姓，有何不可？明日你派人来我办公室，青百会将函件转交给你。督军先生的情谊，我松本耕夫自当倍加珍惜。督军，听闻您最近身子不适，并伴有酸痛。梁子在家时学到一手好推拿的手艺，督军若是不嫌弃的话，便让梁子帮着督军正正骨，好早日解除病痛。那就有劳梁子小姐了。梁子是你女儿，这可不是你该管的事情。可她也是我的女儿。松本英语，你该知道，你没有资格冲我吼叫。梁子同你一样，对男人来说是最好的礼物。我调教了他这么多年，他是我最得意的武器。反正他已经帮我拿下了蔡新田，再多伺候一个男人，有何不可？哼，帝国会记住他的。15年了，我忍受了15年，任你为所欲为还不够吗？现在还要加上我的女儿，为什么？你是她的父亲呢，怎么能将女儿随意送给别的男人做玩物？你混蛋！你这个疯子！
莹玉，你忘记我的恩情了吗？童小姐，做菜包的菜我们也买齐了，要不回去吧？一会儿啊，灵山小姐该等着急了。好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老夫人有件旗袍拿去改样子，都放了2天了，我竟然忘记取了。你快去快回，我在元福堂喝茶等你。走了好久，我也累了。哎，你听说没？霍金正要跟日本人合作了。哎，嘘，小声点。你咋知道的？我也有耳闻，说他是为了对抗蔡新田才想拉拢日本人的。嗨，你知道啥？对抗蔡新田还用跟日本人合作？就那草包会是霍金正的对手？你看着吧，霍金正迟早要干掉蔡新田，自己做主的。我听在那儿当兵的兄弟说，霍金正近日跟日本人来往密切，有日本人撑腰，才敢明目张胆地抓郑永荣。哼，这算啥？松本耕夫把他的独生女儿都送给了霍金正，就为了蔡新田，松本耕夫会叫女儿去伺候霍金正？我侄子在富春商社开车，前2天一早，他被突然叫去霍金正的官邸接松本良子，还说要悄悄去，别让别人瞧见。没想到那霍金正根本不避人，亲自送松本良子出来，态度亲密，言语暧昧，一看就是刚过了夜的。呸！这么无耻！后来我侄子就悄悄打听，原来头一天晚上呢，霍金正请松本耕夫一家在官邸吃饭，松本耕夫啊只带着太太走的，根本就没带松本良子。还听人说啊，霍金正将4号码头借给了松本耕夫，吉田勇亲自去办的手续。4号码头？那不是督军专用码头？怎么？哎呀，为什么呀？霍金正有实力有胆识，他的41军可是出了名的亡命徒，取代蔡新田只是时间问题，他何苦要投靠日本人啊？哎呀，霍金正在青州6年了，大家都知道郑永荣打他妹妹主意，前个还抓了他女朋友。可霍金正敢动郑永荣吗？郑永荣贪污军饷，他不是1天2天了。怎么松本家一跟霍金正搭上线，霍金正就立刻抓了郑永荣？如今华夏不稳，军阀混战，要想在这地盘分一杯羹，背后没个主子撑腰，行吗？真是窝囊，真是窝囊！原以为他是头血性真汉子。也许你不要脑袋了，如今当权有几个干净的？霍金正算是好的了，至少从没鱼肉过百姓。你瞧蔡新田，光姨太太就去了15个，他也不怕马上疯。哎呀，生在乱世，你我还是自求多福吧啊！如果说是演戏，那么他和松本良子……你想什么呢？开这么大水？他好像是在躲我。难道这2日不在家的时候，松本良子又来了不成？你到底怎么了？这几日我不在，难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霍金正的4号码头都借给了日本人，那不就是跟了日本人吗？这西北往后怕是完喽。哼，这算啥？松本耕夫把他的独生女儿都送给了霍金正，没想到那霍金正根本不避人，亲自送松本良子出来，态度亲密，言语暧昧，一看就是刚过了夜的。督军，时间来不及了，我得快些做菜了。您去外面坐着等好吗？督军，梁宝清那边有回应了，他的人线下已经安顿下去。督军准备什么时候见？今晚吧。
你带人亲自去，我陪我妈吃了饭，自己开车去。是。消息已经传到蔡新田那里，他虽动了大怒，可并没完全相信，似乎还在观望的模样。是。蔡新田那处金矿的位置，打探清楚了？是，最迟明天早上就会有详细的地图传过来。跟日本人合作，不拿出点诚意来，他们又怎么肯为我办事？松本耕夫送我这么一份大礼，我要是不回他个更大的，不是显得咱中国人不仁义？你去。督军放心，这事情属下亲自办，保证不会让松本刚夫起疑心。对了，你再去查查这些天同晚的行程。林珊，这菜包好吃可不能多吃，会撑坏的。王姐姐做的这么好吃，怎么能不多吃点呢？天气热，你有好些天没吃东西，乍然吃这么多，肠胃受不了的。林珊，我明天再给你做，今儿不许吃了，好吗？啊，可是我还没吃饱呢。我明儿一定再给你做，今儿就不许吃了，听话。林珊，吃饭要有节制，你这样吃坏了身体怎么办？下周的童小姐以后都不给你做好吃的，你看你怎么办？自从那日做菜包，我已经躲了他好几日。我还是无法接受你真的和日本人合作，以这样的方式调查你的官邸。霍金正，对不起了。他睡着了，看来是真的很疲劳啊。我绝不同意你跟日本人合作，我一定要证明你的清白。进来吧。督军，松本耕夫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他看起来很有兴趣的样子，可是并不外露，与外人也未曾说过要有益于那处矿址。这么大的金矿，日本人不会放过的。松本耕夫一定会想方设法的弄到手，也算是我给他送的大礼。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隐藏蔡新田在金矿的信息。只要他，这是好熟悉的味道。童晚给林珊的那些胭脂膏子，有一盒玫瑰味香水，林珊后来又还给了童晚，童晚还打开用了几日。督军，你去把那份文件给我拿来，叫你的警卫连去拿吧，事关日本人，警醒这些。你去把那份文件给我拿来，叫你的警卫连去拿吧，事关日本人，警醒这些。是，督军。走，去机要室。好复杂啊！刚才霍金正说了，有关日本人的文件他都放在里头。如果能打开它，一定能解开这个谜团。可问题就在于，我并不是解密码锁的高手。你将这东西弄得门儿清，难道将来想去做杀手不成？十二哥摆弄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就该跟着他学两手。现在才知道，不做杀手也需要会解开密码锁。再待下去会有危险。可是来都来了，不得到点什么，我不甘心。站起来。
别动！我居然这样轻易就被抓！拿下去吧。你倒是有胆子，敢独闯督军官邸。敢问小姐，不知霍某何处得罪，竟引得小姐夜半光顾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，我不能就这样被抓。如果霍金正真的跟日本人合作，他不会放过我，更不会放过童家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是束手就擒，还是拼死一搏？我可是制飞刀的好手，1等1的。督军不会让我招价赔偿吧？那水晶球很贵的，我怎么顺手就拿的它？你们都出去！督军，都他妈的给我出去！是。你倒是给老子解释解释！你打扮成这个样子，在我的地盘干什么？真想抽死面前这个女人！你现在达到目的了？是啊。那你现在相信我没跟日本人合作，我也没跟松本凉子上床？上床？是啊。是个屁！你不是大家闺秀吗？你不是知书达理留洋回来的吗？你见过哪个大家闺秀夜半翻墙的？他不相信我，大可直接来问我。他竟看不清我的为人，还半夜来官邸找证据，还他妈什么证明我的清白？我当时就应该让手下的卫兵直接开枪。我没有恶意。你还敢狡辩？你这样多危险！如果是我的卫兵发现了你，他们会直接开枪，将你打成筛子，然后我会被我妈碎尸万段，跟你一块去黄泉路上作伴。真是快疯了！半夜来翻我墙的人为什么是他？我自问这些日子待你不作假，你有什么疑问？听到了什么，大可直接来问我。我是个男人，用不着对你撒谎。我以为你是留洋归来的，见识深远，总不该像那些旧时女子一样守旧。结果，对不起，童婉，你不相信我。童婉，你不相信我。童婉，在你眼里，我是不是跟那些莽夫军阀一样，为了利益，什么都能出卖？在你心里，我是不是还是当年那个穷小子？而你永远都是高高在上的贵族小姐，我们两个之间永远都不可能平等，不可能像普通朋友一样。想要杀我的人太多了，纵使是现在，我也没有怀疑你，我相信你。可是你不信我，你对我这些日子以来的好，亦或是帮助，不过是看在我妈的份上，亦或者你不过是畏惧我的权势，所以才不拒绝我。你是我10岁那年在心里留了印记的贵族哥哥，我以为我足够强大，终于可以平时看着你，不想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我跟你云泥之别，这么大的隔阂，我竟然妄想跟你平和相处，甚至于把你当朋友。童婉，
是不是傻瓜？我没有。我承认，今天晚上的事情我做的愚蠢极了，是我过分，我不该这样擅闯你的官邸，我该问你，该向你去求证的。可是我偏偏选了这么一条愚蠢的道路。可是，我发誓，我绝对没有像你说的那个样子。我来，只是想证明你不是那样的人。如果我直接问了你，那才是不相信你。我觉得如果我相信你，就该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问，全身心的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。我向你道歉，你怎样责怪我，我都心甘情愿。可是，我从来没有像你说过的那个样子去想你。不管是从前、现在还是将来，不管是不是你，我从来都不会以富贵贫贱来看人。我发誓，如果我有这样的心思，就叫我……我就这样被他说服了。我让人送你回家。杜鹃，你要怎么才肯信我？我真的没有像你说的那样想你。那你为什么不来问我？如你所说，你如果完全相信我，就该什么都不做。可你不但做了，而且还是夜探我的官邸。你要我拿什么相信你？因为我只是想安心。我不能接受你站在我的对立面。我要怎么跟你解释那种情绪？杜鹃，今晚的事是童婉的错，杜鹃怎么处置童婉都没意见。告辞。把话说明白。你放开！这就是你跟我道歉的态度，不过要你句真话而已。对，我就是不相信你，可以了吧？我跟你认识区区不过2月，你凭什么要我无条件的相信你？我说了，今晚的事是我错了，你要怎么样都随便你。可是我怀疑你，难道有错？你留宿松本凉子，你跟日本人合作，这不都是事实吗？我凭什么就不能怀疑你？那是我的事，我用不着跟你解释。我就是不许你跟松本凉子。童婉，童婉，对，我就是不能接受你跟他在一起。我经历过那一夜，他是那样的可怕。我不管你是为了什么跟他在一起，我就是不能忍受。我只是想证明你不是那样的人，我只想证明我没有看错你。我不信你会是那样的人。别哭了，我怎么可能会碰他？我答应过你，要帮你报仇。烦躁了一晚上的心情，忽地变好了，莫名的开心。为了达到目的，有什么不能的？你这么在意我跟松本凉子，童安，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？谁喜欢你了？你不喜欢我，你管我跟哪个女人上床？我才没有，我只不过是不愿意你的道德跟国土一样沦丧。他是日本人，就是不行。是吗？他虽然是日本人，可是对于我来说，只要能达到目的，有的时候走点捷径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就像我请你帮我演戏一样，碰了他，就能将松本耕夫更轻易地送到地狱，有何不可？你把我当朋友，我就不许你碰他。你要是敢，我就去告诉你妈。
童婉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你大可以去告诉他，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。童婉，对不起。我送你回去。霍夫人所说之事，我是愿意的。待我问过婉儿，再来跟夫人回话如何？那我就静候佳音了。额娘，您找我？婉儿，霍夫人有意撮合你和霍督军，额娘想问问你的意思如何？我跟霍金铮看那个路灯下的女孩子，霍金铮说过，他喜欢她。婉儿，额娘在青州这么久，霍督军为人还是很好的。更重要的是，霍夫人对你非常喜欢。有了这样的婆婆，你嫁过来，额娘也不担心你吃苦。若是童家还兴盛，额娘自然不会让你嫁得这么远。可如今乱世，额娘就是想保护你，都有心无力。霍金铮手握重权，且有野心，他的未来定不止这青州。你若嫁了他，就连童家也有了后盾，也没人再随意敢欺负咱们。所以婉儿，额娘没有一口回绝，说要看看你的意思。额娘若不是已经属意霍金铮，根本不会给霍夫人留回旋的余地。额娘是看好这门婚事的。是不是觉得为难？婚姻大事，事要慎重。额娘看你和他相处的也不坏，霍金铮也不像是那等不负责任的人。你又这么优秀，额娘相信你们成婚后一定会培养出感情来的，他会对你好的。本来你跟宁朗青梅竹马，额娘知道你也喜欢他，可是余家环境太复杂，余家老爷有15房姬妾，个个刁钻。宁朗的母亲虽是正室，可生了他就去了。你要是嫁过去，额娘实在是担心，怕你受委屈吃亏呀。额娘，这门婚事，咱们有拒绝的余地吗？怎么会没有拒绝的余地？只是日后怕是不好再跟霍家太太联系了。这些年，家里渐渐捉襟见肘，额娘年纪渐大，偌大的家族只靠母亲，能撑到哪一天？若让我管家还好，可做生意实在不是那块料。如今乱世，我要如何才能保全家族？母亲说的对，霍金铮是最好的人选，只有嫁了他，童家才能永远兴盛下去。我不讨厌霍金铮，可是霍金铮却不喜欢我。假如他对夏碧薇的感情是真的，那么我嫁了他会怎么样？额娘，我能考虑考虑吗？婉儿，额娘虽是为了童家，为了你着想才赞成这门亲事，可绝不会勉强你。你如果不喜欢，大不了就回魏良。我的婉儿是块好玉，额娘不信没有好男人珍惜。额娘，我只想您能长命百岁，一生无忧。傻孩子，额娘会的。额娘还要看着我的婉儿生儿育女做母亲，还要看你一辈子。哎呀，我原本以为啊，童太太说是去问问婉儿的意思，是在推脱我呢。兴许人家还看不上我们这样的人家，觉得你配不上婉儿。哎呀，结果婉儿居然答应了。他们童家怎么了？我怎么就配不上童婉？这么说，
林珊和梧桐说的都是真的。竞争，你喜欢上婉儿了？哎呀，阿弥陀佛，祖宗保佑，死鬼显灵啊！霍天琪，你儿子这回终于聪明了一回，赶明儿个我就去给你烧元宝犒劳你。妈，你说哪里去了？我怎么可能喜欢他？这桩亲事，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？理由？您不是知道，我喜欢的人是碧薇。你给我闭嘴！霍金征，你妹妹说你说的一点都没错。夏碧薇和童婉一块石头一块美玉，你居然丢掉美玉捡石头，你是不是脑袋有问题？妈，你只见过碧薇一面，怎么就这么不喜欢她？我以为您是不计较出身的。我说过我计较夏碧薇的出身了吗？俗话说娶妻娶贤，娶妾娶色，童婉这样各方面都好的姑娘，打着灯笼都难找。人家好不容易不嫌弃你，答应这门亲事，你居然不同意。你要不是穿了这身督军皮长了点子拳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告诉你，夏碧薇的事儿没门儿。往后你要是再跟我提她，当心你皮痒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了。趁着童家太太在这儿，改天挑个好日子，你亲自去跟童家太太提亲，务必要让童家太太心甘情愿地把婉儿嫁给你。霍金征，我再说一遍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可能让夏碧薇进门。你若是胆肥敢为夏碧薇拒绝童婉，给我搅黄了这门亲事，那你等着，老娘这就下去跟你爹团圆，也省得在这里活受罪，看你脸色过活。童婉，督军，请问有事吗？童小姐，现在可有空？有点事找童小姐。督军生这么大的气，到底是为什么？童婉，你为什么要答应我母亲的提亲？你为什么要答应我妈？你明明知道我喜欢的人是别人，你明明不喜欢我，干嘛要答应？督军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？是对不起你不喜欢我，还是对不起你答应了这门亲事？我知道督军喜欢的人不是我，如果督军想拒绝，完全可以直接拒绝，不用考虑我和额娘的面子。霍夫人对童婉很是疼爱，我也很喜欢霍夫人和林珊，所以夫人提出的时候，我便没有拒绝。霍夫人和我额娘对我都是真心的好，他们为我决定的事情不会害我。这就是你答应我妈的理由？这是什么烂理由？你要嫁的人不是我吗？你考虑问题从不曾把我计算在内。难道要说是我不愿得罪人，所以把难题抛给你？童婉，从一开始认识你就是这样，什么都不做，就能毫无顾忌地伤害别人。你总是笑着戳别人的心，我霍金征就那么廉价，需要你迁就下嫁吗？我没有考虑到督军的感受，是我的不是。督军要生气要责怪都是应该的。这件事，督军完全不用顾忌我。您和夏小姐很般配，您喜欢她也是您的自由。童婉绝不会在这件事情上扯督军的后腿。督军要做什么尽管做，我会支持您。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能笑得这样得体。可我最讨厌你这样笑。督军，若是没事，我就回去了。我这样匆忙的出来，若是夫人和母亲知道了，恐怕要生事端。童婉，
哭了。你放开！你外表看着文静，怎么脾气这么坏？我脾气坏？很好，很好。娶个会功夫的老婆，是不是日后只要一言不合，就要先决斗一场，以示高下？童婉，我不会在同一个地方第二次跌跤。霍金铮，你放开我！童小姐，作为淑女，暗地里使手段袭击男人是很不好的行为。我袭击你？不管你我成不成夫妻，我跟童小姐相识一场，总是要教会童小姐些道理才是，不然日后吃了亏，或者心里实在不安啊。督军，请自重。我自当自重，只是童小姐要保证，日后再不会出现像今日这样。童婉，我要是娶你，我就是王八蛋。夫人，大热天的怎么出来了？可是闷了。我看夫人在修剪花枝，便心痒痒，想跟着夫人学学。好香啊！这花圃是夫人亲自在打理？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事儿做，养花种草，陶冶情操，也不至于闲出毛病来。你瞧这玫瑰多好，你家是宫里出来的，定懂得怎样制胭脂。你若喜欢这花，便采些新鲜花瓣，弄些胭脂膏子。灵珊那丫头佩服你的紧，要是知道你还会织胭脂，还不得追在你屁股后面管你要啊！夫人，您知道督军喜欢那位夏小姐吧？你知道了？怎么，是金正告诉你的？夫人您别急，督军也没有跟我说过什么。那位夏小姐，我曾偶然见过她一次，后来跟督军闲聊的时候也问过督军。督军虽然没有承认，但您知道，对于这种事情，女孩子总是会特别敏感。督军是个很直爽的人，脾气跟您也像，他的心事啊，骗不了人的。那你是生气了？夫人，我没有生气。督军待我很好，我怎么会生他的气？我今天来，只是想问问夫人，为何不成全了督军和夏小姐？我虽然与督军相处不久，但督军以一己之坚，担数万百姓之生计。婉儿对督军很是佩服。如果他有两情相悦之人相伴，也许督军肩头的压力会少些。没想到，婉儿居然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。婉儿，那伯母问你一句真心话，你真肯嫁给霍金铮？不怕夫人笑话，我自小便执拗，答应的事情定是真心的。何况是这等人生大事。那你为何肯将金铮让给别的女人？金铮是我生的，我最了解他的脾性。正事上他静得跟猴似的，可感情上他却是笨蛋。婉儿，我见过夏碧薇一次，可她不适合金铮。
我也是在街头偶遇他们。当时我已经听说他们的事儿，可那日夏碧薇明知道我是竞争的母亲，看见我却选择视而不见，自己进了旁边的餐厅。后来我让人去调查他，才发现他所维持的那份自尊清高是多么的自欺欺人。为什么？哼，他是怕我嫌弃他，才躲开我，以为能掩盖他们交往的事实。可是他不想想，这能瞒得过我吗？若我计较他的出身，他却大方与我见面，我又能将他怎样？他自己都嫌弃自己出身，宁娶大家奴，不娶小家女。夏碧薇太过小家子气，竞争是个政客，是要做大事的，他需要稳固的家庭让他安心，而竞争能回报的，便是护他夫人一生周全安心。这一生，夫妻是彼此唯一的依靠，这是一件多难的事情。夏碧薇做不到，可你能做到。夫人，夫人难道就没想过，婉儿才与督军相识几天，为何就肯嫁他？婚姻不是铁三角，利益交换又何妨？更何况是童婉这样的好姑娘。傻孩子，就冲这一点，夏碧薇都不能与你比肩。伯母知道你是不讨厌竞争的，否则你也不会同意这桩婚事。她现在犯浑，一旦转过心性，她会是很好的丈夫。他对你是有感觉的，否则他也不会像现在一样躲着。竞争的性子拗着呢。婉儿，你能不能给竞争一个机会，试着去喜欢他？喜欢或竞争？我对他有感觉吗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是从那一夜发现松本凉子的秘密开始的吗？他日夜守护着我，当我从噩梦中哭醒时，是他抱着我驱散噩梦的阴影，是他坚决地对我说：有我在，什么都不怕。我找的那些理由，通通都是表面原因。霍夫人说的是对的，我并不讨厌霍竞争。对于这门婚事，也没有想象中的抵触，我是不讨厌的。他情商低，小心眼，总是误会我。跟12哥比起来，霍竞争幼稚的可笑。可是，我为什么就不讨厌他？童婉，我不会娶你。我喜欢的人不是你。可是，如果我先把心丢了呢？